大家在使用 AI Agent 网页抓取数据时，应该都体验过 Codex 或者 Claude 的浏览器扩展。说实话，体验确实不错，但它们有2个硬伤。第一，订阅套餐的 token 消耗极快，根本经不起频繁使用。第二，出于安全考虑，会加一些限制。为了解决这2个问题，我自己开发了一个相同功能的扩展，不仅没有类似的限制，隐蔽性更强，而且它还是通用的。所有的 AI Agent 都能接入它，让网页数据抓取和自动化操作的效率更加高效。直接来看看它的表现。先展示通过 Hermes 来使用这个扩展，场景是让 Gemini 和 ChatGPT 生成图片，将执行生成图片的主要步骤描述给 Agent。为了测试多步骤操作，这里是先选择风格，再制作图片，然后选择场景，输入生成的内容。这个工作流是比较常用的，因为目前各大模型的 CLI 主要还是针对编程场景。如果没有编程需求，而是使用一些常规的大模型的能力，大家还是更习惯用 App 或网页端。而有了这个插件，你就能直接在 Agent 中操控网页，来使用 Gemini 和 ChatGPT 的通用能力了。再看看使用 ChatGPT 的表现，图片生成成功了，但是下载的图片有问题。没关系，给它正确的操作步骤，让它再来一次。这次下载成功了，让它总结一下这个站点和流程的经验。下次遇到同样的流程，就可以直接使用了。当然，影响流程的因素挺多的，不能保证每次都能直接成功。这个经验对于 Agent 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，相当于 Agent 的 memory。在完全相同的环境下，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可以看到第2次直接成功了。在 Codex App 中也能正常使用。使用了这个插件后，它就能顺利打开淘宝了，不再像以前那样直接拒绝执行。Codex 的安全策略非常保守，它完全是在模拟电脑的物理鼠标和键盘操作来跟页面交互。这种方式虽然效率低了一点，但胜在非常安全，极不容易被网站的风控发现。Gemini 当然也没问题，通过 Anti-Gravity CLI 使用技能控制 Chrome。Gemini 的安全策略没那么保守，它直接就绕过了 CSP 来操作网页，再加上 Gemini 3.5 Flash 模型的执行速度很快，抓取内容和网页进行交互的效率就高多了，非常适合这种任务。不过，这种快速操作也是有缺点的，因为动作太快、太规律，碰到了安全性极强的网站，很容易被识别出是非真实人工操作，从而触发反爬或安全拦截。所以，如果碰到了安全性极强的网站，记得在提示词里明确要求 Agent 操作时使用模拟物理操作的形式，以此来规避风险。项目中的插件和技能是没有平台限制的，但有些中间层的脚本不是跨平台的。我已经做了跨平台兼容，在 Windows 或 Linux 系统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。下面来看看怎么安装使用。首先，到 GitHub 项目的 Release 页面下载这个 zip 压缩包，下载后直接解压。接下来，我们先安装浏览器扩展。这里以最新版的 Chrome 浏览器为例，打开 Chrome 的扩展程序管理页面，在右上角开启开发者模式，点击左上角的加载未打包的扩展程序，在弹出的文件选择器中定位到刚刚解压的文件夹，选中里面的 Extension 文件夹，点击确认，安装就完成了，非常简单。安装好后，打开扩展。这里要先说明一下，因为该扩展会绕过浏览器的 CSP 安全策略，并且可能会读取部分用户数据，所以首次使用前需要同意一份免责声明。不过请大家放心，这个插件所有的代码都是开源的，而且所有的宿主服务完全运行在本地，不包含任何云端服务，更不会上传你的任何数据，纯单机运行，绝对安全。同意声明后，就能看到插件的 UI 界面了。在启动前，有几个配置需要注意。端口号默认是8765，你可以先检查下有没有被占有，如果占用了，改成其他空闲端口即可。是否绕过 CSP 选项，开启后 Agent 抓取内容和执行操作的速度会更快。关于什么是 CSP， 稍后会做解释。敏感操作审批开关，像操作标签页、执行自定义脚本等高风险动作，每次执行前默认需要你手动审批。如果你嫌麻烦，可以取消勾选，但如果要开启审批，建议保持扩展的 UI 界面一直打开，因为审批弹窗会显示在 UI 里。搞定这些后，点击 Start Bridge。现在我们就可以静静等待 Agent 安装技能并建立连接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让 Agent 安装对应的技能。这里我们以 Hermes 为例，直接在 Hermes 中发送指令，
让他安装刚才解压文件夹中 Skill 目录下的技能。安装完成后，在 Hermes 的输入框里打一个斜杠，在弹出的列表中找到刚刚安装的技能，回车确认，它就会自动执行初始化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直接用自然语言对 Agent 说，查看怎么使用技能或连接到扩展。执行完成之后，如果试了几次都连不上，可以把扩展禁用，然后再重新启用，一般问题都能解决。连接成功后 ，Agent 就可以和扩展通信了。下面简单介绍下扩展的原理。整个扩展采用了4层架构设计。第一层，客户端层 ，AI Agent 通过这一层向本地服务的端口发送 HTTP 和 WebSocket 请求。第二层，网关层，这是一个轻量级的 Python 进程，充当传话筒，负责把 Client 端的请求转发给 Chrome 的 Native Messaging 服务。第三层 ，Chrome Native Messaging， 负责与浏览器扩展中的核心服务进行通信。第四层 ，Chrome 扩展程序。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插件本身，它负责解析最终的请求，并根据指令直接调用 Chrome 的核心 API、CDP 或者 Chrome 的 Debug 功能。正是通过这完整的4层流转 ，Agent 就能拿到网页的文本内容、DOM 结构以及可交互的组件，再根据你的需求进行智能分析，执行相应的操作。最后，我们聊聊刚才提到的 CSP。CSP 本质上是浏览器的一种安全防御机制。主要是为了防止跨站脚本攻击、点击劫持等恶意代码注入。但是，当我们的 Agent 想要直接提取某些节点信息，或者通过脚本执行点击、滚动等自动化操作时 ，CSP 就会变成绊脚石。绕过 CSP 就是为了赋予 Agent 更高的操作自由度。当然，绕过它带来的风险也很显而易见。这意味着可以执行任意自定义脚本，甚至可能获取到更敏感的用户信息。针对这些潜在的安全风险，在扩展程序里做了3重严格的限制防御。全局开关只能用户在 UI 界面手动开启，绕过 CSP。Agent 无法打开，一旦关闭 ，Agent 绝对无法绕过。作用域隔离 ，Agent 只能读取和操作 Agent 标签组内的 tab， 无法操作其他的浏览器标签页。动态时效性限制，当 Agent 触发敏感操作时，系统会检测 CSP 开关。如果开启，才会为该操作添加一条临时允许绕过 CSP 的规则，而且每条绕过规则的生存周期都很短，一旦超时就会被系统自动强制清除。目前已经充分考虑了各种潜在的风险，并做出了相对完善的控制方案。后续我还会对这个项目进行持续的升级和优化，非常欢迎大家去下载体验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觉得这个工具对你有帮助，欢迎一键3连支持一下。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